纳西达在纳塔还能喝汤，你们信不信？今天要聊一个90%的玩家都未曾设想过的细节，那就是你们说纳西达的灭境3叶为什么是精通加攻击力的模型呢？嘿嘿，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其实我一开始也没有想过，但是你们都知道我 3.5 大保底捞迪西亚炒股嘛，现在看来这个收益确实不算很高，因为当时我预期迪西亚是备战枫丹的角色嘛，所以我一直潜心研究迪西亚。后来我就发现迪西亚的限制器就是它是一个生命值加攻击力模型的角色，如果我没有记错，它和纳西达貌似是全游唯二2个双模型的角色吧，所以我们把这2个角色结合起来看，就发现了滑点，就是他们的双模型中为什么都有攻击力呢？然后再结合当下角色的设计，基础攻击越来越高，以及百分比攻击管夏沃蕾的推出，纳塔的设计似乎就进入到了我们的脑海中。我觉得纳塔对于攻击力的布局应该是不言而喻了吧。虽然对于细节上会如何设计我们并不清楚，但是我们结合这2个角色的定位，多多少少可以看出一些意图。先看纳西达，他是一个神明，那么神明在原神这款游戏中有玩家的共识，就是人权强，保值期长。我知道你们又要 Q 温迪了，所以我们先把温迪暂时开除神级，好吧，我们只说纳西达。那纳西达在须弥版本当然是最强势的，那么在水元素的国度也能很好的去配合。到了火元素纳塔，为了继续稳定的发挥，所以在技能模型上就加入了攻击力，给纳西达喝汤开后门。因为火元素和草元素就目前来看兼容性其实是没有水雷高的，那么也许在纳塔会针对燃烧做更多的设计。那么在攻击力模型的加持下，纳西达灭境3叶的伤害会进一步的提高，所以纳西达的强度不会被膨胀冲垮。而迪西亚呢，我现在反思自己在须弥的目光还是短浅了。它作为一个常驻角色，第一，强度上一定会给予一定的限制，第二，它需要能横跨整个游戏的周期，这才是正确的常驻角色设计的理念吧，而不是当初想的它是为枫丹准备的角色。所以迪西亚的生命值和攻击力的拆分是为了它能够适配不同的国度，也是为了限制它的强度不要过早的超模。毕竟如果它是一个单一模型的角色，那么强度马上就起来了。比如它是纯生命值模型，那么在枫丹就可以配合弗妮娜还有花海套，在增伤区间就完全不缺。然后呢，双水提升生命值，配合生命值大剑，再来点命座，那这个强度它就不应该是一个常驻角色的强度了。所以生命值加攻击力的模型在目前版本是用来限制它的强度的。那么到了纳塔，我们的攻击力会膨胀，迪西亚的强度呢也会随着更多的新角色上线而完整。在生命值上有双水，在攻击力上呢通过纳塔角色来补充，那么这2个要素的完整就等于把迪西亚原本比较拉垮的攻击倍率区做了补全，那么也就实现了常驻角色随着版本变强，跨越整个游戏周期的设计目标，最后到达至冬。对于暴击伤害的设计会成为原始人修仙的最后一块拼图，那么我们对抗天离也就指日可待了。我十分相信这就是原神未来设计上的宏观思路，而且我认为随着角色的伤害膨胀，不同的打法体系变多，那么在原模的设计上，相应机制上的针对也会变得更多，这样才会让游戏不陷入1刀999的数值陷阱。试想一下，如果龙王能从 4.1 强势到原神2官服，你可能会觉得氪金抽龙王挺保值的，但是你一定不会觉得这个游戏好玩那么氪金对游戏性的影响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本期呢我们就聊到这儿吧，我是提瓦特地理，我们下期再见。